相信这里是蒙古吗？不是撒哈拉，也不是阿拉伯半岛，而是在成吉思汗的国度南方，一片会唱歌的沙海。他把沙石堆成金色浪潮，每一个波纹都像是天地留下的刻痕。时间在这里变得很慢很静，只剩下脚步、风声，还有内心那股被冒险唤醒的悸动。这一趟旅程，元堂将带你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蒙古。我是元堂，欢迎来到元堂会哪里，和我一起 Into the Unknown。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元堂。上一集我们第一次踏进蒙古这个神秘的国度，我们在蒙古包前的萤火晚会狂欢了一夜，而这一集我们将继续这趟热血的旅程。各位，我跟石头现在5点多，然后来拍这个秃鹰谷下面这个雪山下面我们的蒙古包早上的日出。这个渐层色已经出来，可惜日出没有出来，这边应该有一颗淡黄的。清晨的蒙古大地很美，但我们始终等不到日出。就当我们正准备要放弃之时，米娅赶上了。一缕金光从云缝中泼洒而出，像是为了等她，也等我们，才愿意揭开这一天的序幕。因为太阳是孕育大地之母，然后我们站在高山上晒到早上出来第一道阳光，就代表我们照着最新鲜、蕴含能量的光芒。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充满着能量。没错。这段旅程才刚开始，但我们已经留下了一个不一样的蒙古早晨。各位，今天终于换我们坐这个二制越野车了，这是俄国制的，很帅，不知道能不能引进台湾。引进台湾，我会想办法2手买一台。接着就是漫长的车程，我们要前往蒙古最大的戈壁沙漠。今天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戈壁的沙漠，然后这边的这个沙漠地形我觉得非常酷，是你可以先看到一整片的绿地，后面是沙漠的沙丘，然后再后面是这个巍峨的高山。这个地形在其他地方可能看不太到，所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特别。那等一下呢，大概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会正式的去踏上那个沙丘，然后坐骆驼去体验大概1个小时的行程，我觉得非常酷，也非常期待。好。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前往这个戈壁沙漠，然后等一下会在那边吃个午餐之后，我们就会正式进入我们的沙漠行程。对，所以大家要休息，休息，大家。哇塞，哇，驯马的。可以做哦，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煮的很烂的马铃薯的关系，我觉得它的汤里面会有一点点渣渣的，所以它变成不是清汤，我是比较浓郁的一种比较 creamy 的感觉。OK。对，然后有一点点辣啦，有一点辣，小微辣。我觉得这应该是很下饭，饭应该是分开吃的，可是我觉得它里面加进去应该会蛮好吃。为什么里面有红萝卜？Not bad, not bad. OK， 那我来，可以跟你换，可以跟你换马铃薯。不行啊，这就是很下饭，好吃饭。可是我不吃红萝卜，好吃。吃饱饭后，我们说什么也要去体验看看，在蒙古戈壁的荒漠中打一场篮球的感觉。我们现在要进去这个沙漠的保护区了，它现在需要先穿过这个收费区，然后呢，我们再直接开进去里面这样。个人骑呢，他们不会靠近，也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好像要配合。我们等一下就会往这个沙漠的沙丘上去 ，OK。骆驼的脖子特别长，然后它如果用嘴巴，它是没有办法被拉过去，它只有用鼻子才可以，就是你才可以控制它。懂。好，
我由我来当先。看看这个哦，不用踩， OK。上去之后再踩。现在可以踩了。好，起身的时候会有一个前倾的动作，所以你后仰 ，OK。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它前进是有点冲的，好吧？哇，都臭的，是臭是冲，冲，没有我说很臭。我要起了，还有地方拉吗？哦，不觉得特别高？哦，高很高，真的蛮高的。你看我在摸这个骆驼头，骆驼头啊，出发喽！耶！那我再来穿越。那个擤鼻涕勾我的脚，感觉是我妹才在做的事情。我们摄影师很害怕，很怕。你看，往后一点。他全身有点紧绷。哇！看到那边小小的人了吗？他们正在走上去山丘。赞。好听。在这下，在这下吧。OK。这边温度其实不高，然后你也会进沙，所以他就是叫我们直接脱鞋就可以上。这跟沙滩的沙一样。哇塞！呜！带相机就好。我们现在呢打着滑沙板，然后我们要去这个超级大的300公尺的沙丘。然后现在夕阳已经下来之后，这种沙漠就会有阴影，所以就会看起来特别帅。好，准备上去挑战。啊，大家都自动会走这个小人线。看到沙漠的纹路了吗？我们决定从正面攀登，走在这座沙山上，你很难失力，每一步都像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身体前倾，脚掌陷入，汗水滴落。我们不说话，专注的攀爬，时不时停下来，回头被壮阔的风景给震撼。快登顶了，加油！直到那一道杀人线终于出现在眼前。啊！我到人线了！哇！太美了！哇！我上来了！耶！恭喜！来，水给我！恭喜抵达，超美的！后面是日落，各位，这真的太艰难了，太艰难了！但是这个绵延的沙漠山丘，哇，不敢置信哎！另一面不是下坡，而是一望无际的沙海。一条条沙脊像风雕刻的波浪蔓延至天际，远处还有连绵的山丘。这不是在高楼俯瞰城市的那种距离感，而是你脚下无数的细沙竟然可以堆积成一座巨山。我们石头太辛苦了，所以我决定去帮他拿脚架，然后帮他拍一下。一定要下面留言给我鼓励支持。我们一直上上下下这个沙丘，超累，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我的频道，我们是最认真的。
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沙漠上面的沙丘，然后一直看到日落。没错，现在红红的大太阳就在我们正前方。没错。然后就在这个绵延的沙丘上挂在那里的太阳，这样看起来真的是超级无敌浪漫。虽然说我们在那边一直拍，可是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对，就是爬了这么辛苦，一切都值得。真的，因为这个沙漠很陡，然后边爬就是一直边滑这样子。其实蛮冷的，然后其实这个沙我们本来以为会很烫，就其实没有，它是很冰的，因为这边的温度蛮低。No man， 这个沙漠是不是有人说它是会唱歌的沙漠？是这样吗？现在是有点湿的，但是它特别干的时候，你踩上去的时候，它会排出那个气体，所以砰砰砰。哦，有点放屁的。哦，真的假的？所以是因为最近就是都有一点下雨这样子。对，前2天下雨，现在湿的就没有那个效果。OK， 但是一方面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听到会唱歌的沙漠，但是因为有下雨，所以我们爬起来可能也相对比较好爬一点。对，真的。刚刚走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踩在每一个前面的人的脚步。对。然后因为就是踩下去它是湿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脚印的基底，就是比较好踩。但是没有人踩过，然后比较干的地方，就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对，真的。日落时分，我们终于不再奔跑，也不再说话，只剩彼此与天地。几个人坐在沙丘上，眼前是火红的日光。我们坐在这里，看着太阳慢慢滑进沙海，就像看着一天的故事悄悄合上书页。那一刻，我突然懂了，所谓旅程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而是有些瞬间，你会愿意永远留在那里不走。早安！我其实今天才画眉毛，我前几天都没有画眉毛。我想说今天有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今天他们终于让我睡到饱，我终于可以有精神做这些事情。我平常就是啪啪啪抹一抹就出门。但你好像还是没睡饱。还是没睡饱，因为我昨天拍的画面太漂亮，然后我就一直看，我就看一样画面，一直看，然后看到那个就是大家都睡觉了，然后因为只有我的手机有灯，然后那个虫就一直在烦我，我就尖叫，然后赶快躲到被子里面这样一直看。躺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还有过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才睡着，所以应该差不多是2点左右。那我早上6点半的闹钟。那还是要看日出，不然大家都很晚睡。不要。My name is Mia. My name is Sev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m so happy to see you. Me too. In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Yeah. Enjoy I the will vacation. See you. Mongolia is very nice. In my country, I'm from Bulgaria. Met amazing guys from Taiwan. They're very friendly. They're very intelligent, and also they're very beautiful. Oh, thank you. Enjoy the vacation and You bye too. bye. Bye Must bye. welcome to Mongolia. Bye bye, guys. I will see you around in the world. Yes, Right. I'm sure. Bye bye. Have a good day. Bye bye. 这是我在这个蒙古包这边交到的朋友。OK， 各位，我们现在是第5天，然后我们又要前往新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在一个绿色的峡谷里面，超级漂亮。我觉得在蒙古的这几天，地貌就是一直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已经见过了戈壁滩、戈壁沙漠、大绿草原、峡谷，然后雪山。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蒙古的这个草原，可是你可以看这边草原之辽阔。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大海一样。我们刚刚也听到，就是其实在蒙古秘史中，它也有记载，这个成吉思汗小时候他被家族驱赶，他爸被杀，但是呢，他就在驱赶过程中，他们就是很克难，但是他们当时呢就没有牛羊了嘛，就是牲畜都没有，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吃的就是这种叫沙葱的东西。
他们就靠杀虫，然后蒙古人一般是不吃鱼的，但是因为没办法，他们已经没有牲口了，所以他们就是除了吃这个杀虫，然后还有吃一些鱼。当年成吉思汗在12世纪吃的东西，依然长在这片土地上面，然后依然到我们现在还可以吃它。哇，这片土地上，它生活的羊和牛马，它都吃这个，所以它们的肉比杭盖的要好吃。哦，特别有味。杭盖地它不长这个，就是天然的调味了。那蒙古人是从一只狼跟狼跟什么白鹿？白鹿，对，灰狼和白鹿交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图腾。我们现在呢，在路上看到白色的山羊，可以停一下，我们有山鸡。但是看到这边，是不是他们也有拍那个？现在往前走。现在到的地方就是火焰崖，这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以出土这个恐龙蛋化石著名。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去看这个火焰崖，现在我们应该会先去看恐龙蛋的诞生。找到这些，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从美国过来的，因为他们刚开始发现，把它挖过去，拿过去了又，然后现在还回来，还过来。雪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哈。这个就是假的了吧？真的啊？真的？那可以摸吗？不知道。那我这是它是骨头。你是不是觉得它是保丽龙里面？是假的吧？假的才会保出来让人家乱摸。Oh man， 骗人！但我觉得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吧？恐龙蛋石。恐龙？这个好像是那种玉哦。哇塞！一样。烟斗这个很帅。这种很好看，你这只手好，不太紧。这觉得超好看的，男生戴这种好像蛮帅。要这么大颗，不可以是小。OK。好，我们现在要出发，前往火焰崖。火焰崖位于蒙古南戈壁省巴音扎哥，这里属于半干燥沙漠地带，地貌由红色砂岩组成。火焰崖形成于白垩纪晚期，约7000万年前，随着地壳变动与气候变迁，演变成如今的干燥地貌。风蚀与雨水冲刷，使岩层裸露，成为绝佳的化石宝库。那这边呢，就正是因为呢，在夕阳的时候照射在这一片峡谷，他们会感觉是那种被火烧过的痕迹。但是因为那个可能要等太阳再下去一点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感觉。然后这一片呢，也是著名的，就是世界上第一批恐龙蛋化石的发现地。蒙古都是这种大草原，可是这边突然间有这种，有点像是那种美国峡谷的这种地貌，我觉得非常特别。我等一下要找一个最酷的峡谷走下去探看，这样才符合我的精神。我看好不好走。哇，好软哦，这边。哇塞，这就是软软的。对不对？这很像啊。这是硬的啊。这真的是这一定是那个巨大骨头。是一体的。看到这边有一个。对啊，你看这个不符合常理啊，它不会长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化石啊。有个人在偌大的岩石之中找到一个。Oh my god！ 这钞票多少钱的？50元。这个是蒙图吗？是蒙图。是蒙图啊？50元好像有点少。有就好来。天堂说他找到恐龙的美尻，就是这里。因为那是恐龙头。美尻就是美尻。真的耶！恐龙头美尻。我们现在要录一些电影感的画面。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穿越过去。
火焰崖是世界第一个发现恐龙蛋化石的所在，也是那个传说中会随着日落燃烧的地方。看着这片通红的大地，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做火焰崖了。隔天，我们迎来 Soul Travel 精心为生日团员准备的惊喜。这块蛋糕来自10公里外的运送，这是 Soul Travel 旅程中最珍贵的风景。这个是 Genghis Khan， 就是征服的那个路线啊。这个章就是我刚才说的哦，就是那个章哦，这个章里面就是写那个段话，对，臣服跟头。对，这个念起来特别有霸气。哎，是不是就是这句话？离开住宿点，又开始漫漫长路。一天比一天的舒适的大车，大家看到我现在是可以直接站我操！也不会顶到车顶。我操！已经抓到了，这个车顶有超过160公分。150，哦，150。只能可以跳舞哎！我靠！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超级巨大的敖包。敖包代表着这一方水土的神灵，哦，我们会敬重它，给它加3个石头，会加3个石头。然后把3颗代表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石头，再把它丢上这个大敖包，我要丢高一点，然后我要绕它一圈。这里导游也跟我们讲解了敖包上面的一些文字代表的意义。导游告诉我们 ，Sadat 这个字不只是祝福，更是一种勇敢前行的信念。而这次的介绍也为我最后一天要送给米娅的礼物留下了一个铺陈。傍晚，我们站上车顶，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日落。人生像这片草原，有起伏，有惊喜，也有等待中不期而遇的光。而旅程是让我们重新相信，只要不停止前行，总会遇见某种形式的发现。旅途中，我们常常用力抓住预设的目的，但真正改变我们的，往往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意外。那些无法预测的风景，那些不在计划里的对话，一点一滴重新拼凑出我心中对蒙古这2个字的想象。我开始明白，所谓的旅行，不是用来证明我们去过多少地方，而是让我们回来时，心里多了一块从未有过的地图。而这块地图上有沙的形状，有石头的重量，还有我们在日出里留下的祈愿与笑声。我是元堂，这是我在蒙古的故事，未完待续。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留言、分享给身边热爱旅程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元堂或哪里。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蒙古另一个未知的角落，继续 Into the Unknown。